魏哲老师，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怎么了？路易斯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在调查谭新凯，你不仅派人跟踪他，你还偷拍他。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再查他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那你为什么要偷听我和路易斯的谈话呢？我没有偷听，我进来找你的时候，恰好看到你们在这搞小动作。那巧了，路易斯也是恰巧看见谭新凯在和萧雅见面。见了又怎么样？见了就可以随便诬陷他吗？我刚才找了谭新凯，问了他，他确实跟萧雅见过面。萧雅为了贿赂他，给了他30万，可是他没有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说你就信啊？江达林，麻烦你把脑子放清醒一点。我清醒得很，我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针对谭新凯。你喜欢我呀，还是嫉妒他？在国外的时候，你救过我一命，我真的很感激。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好老师、好伙伴，我真的很幸运。但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我是小学生吗？你是我的班主任吗？我在早恋吗？你不要觉得我叫你一声老师，你就可以随意干涉我的私生活，跑到我妈那儿打我的小报告。我和你妈见过面，也是谭新凯跟你说的吧？当然了，不然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你跟我妈说了什么，但是我妈的话严重的伤害到了谭新凯。你们可以不喜欢他，也可以不喜欢我们2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没有权利去侮辱一个人。他做错了什么？不就是喜欢我吗？你们连起码的尊重都给不了他吗？退一万步想，就算有一天我跟他分手了，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你和我妈无权干涉。现在你们的做法让我感到很丢脸，你们的行为让我觉得很羞耻。你发泄完了吧？可以听我解释了吗？首先，我绝对不是嫉妒，我对你没有兴趣，你别太高看自己，自以为是也得有个限度。其次，我针对的一直不是谭新凯，我针对的一直是你。自从你和谭新凯开始接触，我就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们的关系很特殊，一个是甲方的客户经理，一个是乙方的总裁，这种关系最容易说不清楚。所以我一直让你小心、小心再小心，而你呢，不但不听，你还把他带到了公司来。你不怕你们的关系传出去会影响未来 DL 和飞扬集团的合作吗？还有，你为了跟他约会，连合伙人的会议都不参加了，正事儿都不干了。我作为你的老师，既然我的学生已经不接受我的管束，那我只能找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就是你的妈妈。说来说去，全都是我的错是吧？当然是你的错，因为你永远只记得你是江达林，你永远不记得你是 DL 的总裁。你江达林跟谁接触我不管，跟我也没有关系，但是 DL 的总裁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必须得知道谭新凯是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然我就是对你不负责任，我就是对 DL 的利益不负责任。利益？还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为了钱？对不起啊，我一直都搞错了，真的不好意思。江达林，我告诉你，我要是为了钱，我就不会来这儿。外面大把公司拿着股份在找我，要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是江远鹏，是我的启蒙老师，曾经帮过我，你以为我会来这儿帮你吗？你以为我会收一个永远跟我对着干的学生吗？自从彭坤案发生以后，我眼睁睁看着 DL 错失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公关的好机会，现在越来越混乱。而你这个半吊子总裁只会一错再错。哦，你以为我们办成了几个案子 ，DL 就度过危机了？我告诉你，早着呢。别忘了，你的父亲至今还下落不明，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遭人陷害还不清楚。你倒是心挺大呀，还有闲工夫在这谈恋爱。你不操心，我帮你把关啊。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做法很可能会伤害到谭新凯，伤害到你们的感情，但是我不会道歉。很简单，
别看 DL 现在风平浪静的，其实一直危机四伏，谁在帮你，谁在害你，我不知道。所以我宁可错杀100，也不会放过一个。为了DL的利益，为了你的父亲，我在所不惜。我谢谢你的在所不惜。我第一次听到狡辩还这么理直气壮的。魏哲老师，我求你不要再给我上课了，好不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老大，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卷布派走人了？滚！你几个意思呀？从我一进门开始就一句话都不说，气鼓鼓的。我不就是让你从国外带了几瓶化妆品回来吗？舍不得啦？跟化妆品有什么关系啊？知道。那么请问是谁把我们江大总裁气成这个样子啦？还能有谁？魏哲。现在连老师都不叫。哎，你别吃了，知道的你是在吃红薯干，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吃魏哲的干。他们没有心肝，他真的太过分了。之前他就派人调查谭新凯，他现在居然跑到我妈那里告状，让我妈阻止我跟谭新凯在一起。哎，你说他多大人了？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管这么多干嘛呀？真是可笑。这好像是不太像他的风格啊。最可气的是，我妈居然听了他的话，跑去找谭新凯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那么谭新凯现在下不来台不说，连我都不太想讲啊！你们俩不会就这么完了吧？暂时还没有。反正幸亏是我及时去跟谭新凯说清楚了，魏哲这搞法，早晚得给我们搞黄了。他图什么呀？拆散了你跟谭新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无咖啡不生活。我早就说过他暗恋你吧？暗恋个头啊！暗恋，他就是觉得我和谭新凯在一起妨碍他赚钱了。他说什么？江达林的私生活我不管 ，DL 总裁必须管。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必须管？他给我讲这么多大道理，谁爱听啊？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故意跟谭新凯过不去啊？他们俩上辈子是不是有仇啊？如果真的有上辈子，他们俩一定是对情侣啊，所以这辈子才会变成仇人嘛。我们肉身含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知道，一边是男朋友，一边是合伙人，你这也算是新型的双面胶关系了吧？比普通的婆婆妈妈家庭关系更难处理啊。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现在整个 DL 只有魏哲是你的人，你就这一个帮手了。吵归吵，千万不要把人家气跑了，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好烦呐！这几天我一直试图和飞扬继续沟通，但是严小慧拒绝听我解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的失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时候追究责任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补救，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飞扬居然认定是我们剽窃明示的方案，这到哪说理去？明明是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这件事儿
不是飞扬干的，就是明世干的。也许是他们2家联手干的。我再说一次，现在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小粒氏奶粉这个项目抢回来。现在正面强攻已经行不通了，各位换一个思路吧。其实小粒氏奶粉最重要的是人，是严小慧。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敢断定这个事情跟她肯定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把她拿下，我们的对手也会把她给拿下的。是人就有弱点，所以舒晴，咱们还有机会。你说吧。我去查了严小慧，她这个人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所以想要讨好她，其实挺难的。那就是说，没招了呗？那不一定。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办法就在灯火阑珊处。他有个女儿。什么意思啊？严小慧30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一直都当宝贝疼着。她女儿今年6岁了，下半年开学就要上小学了。但严小慧家所在区域的小学都很一般，所以她一直在想办法给女儿申请几个比较好的私立小学的名额。但她看上的学校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有几个连名都没有报上，最后只拿到了良德小学的面试资格。但很可惜，在面试的过程中，她女儿就被刷了下来。哎，你先等一下。不是你说了这么多，还这么快，我都有点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是 Stella 派给你的任务吗？我能干嘛？你听我把话说完。他女儿是因为英语不行，才没有通过面试的，所以严小慧现在把他女儿送到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巧了，你的好朋友邦尼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那当然，我出马还有问不到的嘛。严小慧的女儿在我们这里上的是英语强化班，那都是为了考重点小学突击的。她女儿的基础呢，其实比其他小朋友还好一点，但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又不爱说话，所以口语就不好，面试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哟，邦尼老师，想好了，是来交道歉信的。什么道歉信啊？我又没有犯错。你不交道歉信，你来干什么？你忘了，你已经被停课了。被停课就不能来了吗？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呀，不行啊？你懒得理你，哼！懒得理你，谁呀？我们校长。你们校长就这么说话呀？我不想惯着他。再说了，我是我们学校金牌教师里的 No.1，大不了我不在这里干了，有的是学校想要我。哎，不说这个了，这个幼升小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呀？你这孩子，在国外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一声，都动刀动枪了。我跟你说，现在哪儿都不安全，就是国内好。今后别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了。这次多亏了魏哲，你跟他说一声，抽空我请他吃饭，好好谢谢人家。别洗了呗，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了？哦，对了，你说的良德小学的事儿，我想了一下，还真想到了一个熟人，高校长，就是不知道人家还记不记得我了，试试看吧。不是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见过谭新凯了？
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对吗？他告诉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不知道魏哲都跟你说什么了，但这是我的私事儿，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就算有什么，你应该直接来问我，而不是去为难谭鑫凯。琳琳，你知道吗？女孩子找男朋友就像再次投胎一样，我当妈的能不管吗？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一个大人了。如果我连感情的事情都处理不好，那我以后还怎么管公司啊？请你信任我好吗？所以，我拜托你，我和谭鑫凯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行吗？好啊，我可以不管，只要你幸福，怎么都好。但是我希望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亲自跟我说，而不是从别人的口里再传给我。我不看好谭鑫凯。高校长您好，您在等朋友吧？我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啊？还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吧？对的，这个您能看一下吗？违规违纪的事我不干，这东西你收回去。您可能误会了。您看，这是小乖参加钢琴比赛获奖照片，这个呢是幼儿园老师给的评语，还有这都是他画的画，您看一下。其实小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他性格内向，所以在这次面试中表现不是特别好，没有被录取。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学校的面试已经结束了，我就算是校长，也不能破坏学校招生制度啊。高校长，当年良德小学老校区要扩建的时候，因为资金短缺，还是达林传播资助的。您记得这事儿吧？我记得，捐赠人叫李月如，她是我妈妈。啊，其实我说这个话呀，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当年我妈妈捐赠这笔钱的时候，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上学，也是为了那句校训：明德明理，成己成人。我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互相成全。如果小乖有了这次面试的机会，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障碍，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生，也让他知道，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机会。我丑话说在前面，这次面试会比之前更严格。如果他还是不能通过的话，你可不能再来烦我了。谢谢，十分感谢。我现在就不烦您了，我马上走。谢谢校长。严总，你好。你怎么也在这儿？我特意来找你的。小丽是奶粉的案子，虽然没有公布结果，但是我们已经倾向选择民事公关去做，下周就签约，你就不用再费心思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对不起，我不想谈公事。我跟你说的也是私事儿。你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吧。我听说你女儿升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呢就多了个事儿，从良德小学那里为你女儿又争取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那我要先谢谢江总的好意了，但是我女儿实在是太内向了。上次去面试的时候，她一进考场就开始哭，没过几分钟就哭着出来，晚上回家还发了烧。再给她一次机会啊！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最好的闺蜜啊，
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老师。他跟我说，其实你女儿的基础很好，只不过就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要不然给她一次机会。How are you？ 你看，你就是不敢开口。你放心，我闺蜜是这里最好的老师，她一定会有办法的。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You should say yes. Yes.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louder? Yes. Louder, please. Yes. Good job. So,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小乖. Nice to meet you, 小乖. I'm Cinderella. 我就说一定会有办法吧，把她交给我闺蜜，我相信突击1天之后，面试一定没问题的。Can you play with me? Wow, you look so beautiful, like a princess.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南希，今年几岁了呢6岁。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先别着急，我的朋友帮你跟我说，其实小乖的基础很好，她就是有些紧张，放不开。她只要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定没问题的。那现在请用英文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说呀。他在你朋友那儿不是说的挺溜的吗？怎么到了这儿又不开口了？咱们再等等。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Liu Nanxi. I'm 6 years old. I like to read books, play games with my mom and dad, eat apple and fish. Of course, I also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beautiful children. I wish you could like me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刘南希. What is it in your hand? It is Cinderella. I wish I could be a good girl like her too. You have already been a pretty good girl. Thank you. 你看，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她这次一定能够通过面试的。我真是没想到，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不用客气。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做父母的出来打拼，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相信小乖长大了一定会感激你的。下班过来接你啊。工作别太累。知道了。拜拜。我认为高端干衣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主要原因，传统干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他们受80、90年代的港台影响非常大。近4、5年，中国的1线、准1线城市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了干衣的好处，因为干衣是纯葡萄酿制，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干衣和中国菜也是绝美的搭配。说得太生动了。你不当老师可惜了。这还用我说吗？你上网随便一搜不就知道了。
那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只要听1遍就能记住。真的。还有事吗？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问题可真多。刚才是公事，现在是私事。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人怎么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啊？是吗？你说，他们是不是都觉得咱俩特般配？裴云，你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会吗？大惊小怪。朱总。嘿。江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严小慧的电话，他们决定还是将小律师奶粉的项目交给我们 DL 来做。真的呀？哎，他怎么跟艾文说的呀？前2轮比稿的时候，我们一直提的都是实景魔术这个方案，明示肯定是从第3轮比稿的时候突然提出的。艾文之前没有参加过前2轮的比稿，根本不知道情况，但这一点上，严小慧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他只要把我们和明世之前的2轮方案往艾文前面一放，一目了然。所以他做的就是说实话而已。唉，有的时候说实话也不容易呀。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好啊，那行，今天晚上我在公司组织个 party， 记得把邦尼叫上，他可是这次的大功臣。不说我差点忘了。江总，跟你八卦一下，来魏哲办公室的那个女的是谁？好像跟他很熟的样子，要不要晚上一起叫上？是他的前女友。那还是算了。开始啊，他女儿有点自闭，怎么都不肯开口，把严小慧着急的。就在这个时候，邦尼从桌子上拿了一个辛德瑞拉，对着严小慧的女儿说：“嗨，小乖 ，How are you？” 没想到小乖还挺喜欢他的，然后就一直拿英语对话。哎呀，给严小慧激动坏了，你知道吗？都流眼泪了。邦尼，你是怎么想到带个娃娃去的？我想着是要哄小女孩嘛，刚好我家里有个别人送我的灰姑娘，我就顺手拿上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谢谢你，邦尼。哎，不用谢我，这都是你们江总的主意。当然，我们也要好好谢谢江总，谢谢你的英明领导。等着拿年终奖吧。来，不好意思啊。干嘛？过去敬他一杯，给个台阶下。我给他台阶呢，谁给我台阶啊？你废话，忘了之前是谁死乞白赖求人家过来的啦？我告诉你，江大连，千万不要为了谭师兄把他给得罪了，这才是你最大的财神爷。快去。江总好。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氛围有点奇怪，公司不像公司，酒吧不像酒吧，不太适应。很温暖啊，这就是企业文化，你得融入进来。那天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并不打算道歉，因为是你干涉我私生活在先的。我也没打算跟你道歉。从我的立场来讲，我没做错任何事情，我是在为公司的利益。停！这件事情咱俩扯平了。好啊，扯平了。我希望呢，你以后能够公私分明，这事儿翻篇了。公私分明。
可以说点私事吗？这跟裴玉到底什么关系啊？今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他跟一个男的亲亲热热，然后呢又到你的办公室里暧昧不清，影响不太好吧？冲你说的这段话，咱俩没扯平，你还在记仇。楼下那个人是他未婚夫。严小慧说，是艾文把3轮比稿方案放在一起对比，他发现 DL 的3轮比稿核心亮点都是实景魔术，而我们的前2轮亮点是普通的明星邀请广告片，到了第3轮突然画风就变成了实景魔术，所以艾文就认为我们有嫌疑。那姓谭的呢？他拿了10万块钱，还要拿这个项目利润的5%，这事情怎么办的？就办成了这样吗？说话呀！10张券，1张卡，10万块钱，1分没动，全在这儿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事没办成，这钱我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嘛。哎呦喂，谭经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吧？这件事不成，那咱以后还不合作了吗？哎呦，快，你快收拾，快收拾啊！谭经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具体我也不清楚啊，我还以为马上就要跟你们签约了呢。可是严总突然通知我说要把小丽式奶粉签约给 DL 了，我还纳闷呢。那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没法跟袁总交代啊！哎呦，谭经理，求你了，帮忙啊！牛排切好了，快趁热吃啊！谢谢。不客气。热烈庆祝，你们拿下了小丽式奶粉这个项目，恭喜！刚还说热烈祝贺，这下就叹气，到底怎么了？今儿这么高兴，就不扫你兴了？可是你不高兴，我怎么开心起来呀？没什么事儿，是工作上的事儿。那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公司有人传言说，你们拿下了小丽式奶粉这个项目，全靠是我帮的忙。不是谁这么无聊啊？我们 DL 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拿下这个案子的，好吗？说实话，别说他们，连我都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一开始就是他们明示在暗中捣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决定力挽狂澜，救危难于水火中，一出手扭转了乾坤。哈，你这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严小慧呢，在为她女儿找小学的事情在头疼，我就稍稍的努力了一下，帮她女儿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我又让帮你给她女儿辅导英文，结果她女儿又考上了。所以说，他把你们之前2次比稿的方案给了艾文，这叫善有善报。他们明示从一开始就出阴招，现在拿不到案子，活该。那得好好祝贺你们击败了明示，来，同喜。大连，这次小丽式奶粉的事儿，我没帮上什么忙，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啦，你要是帮我了，我才会怪你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公私分明。那快吃快吃，你也快吃啊。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关山对晚水，绿竹对苍松，
冯富虎。庆功会开了吧？普天同庆啊！什么意思？你不一直说我们明氏背后很努力吗？现在看来，你们 DL 在背后比我们更努力。你想说什么？你教教我，怎么一夜之间搞定严小慧？你把话说清楚。可以，你听好了。你上次不是说我们不要脸吗？小丽是180度大转弯 ，DL 瞬间翻盘，拿到合同。你们是不是干了更多不要脸的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有完没完？我不想玩。你是不是喝多了？怎么样？没酒味吧？你要不要那么幼稚？我们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不知道。那你将来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行啊，改走一问三不知的路线。舒晴，那你就继续不知道。这件衣服很好呀，你穿上一定很好看的。是的呀，我也觉得。这件真的哟，这颜色也好看，这纽扣做的也很好。小姑娘，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啊？400块。这么贵呀？哎呦，再便宜点好不啦？原价1800嘞。哎，亏不亏不，不买了。哎呦，你这件不合适，不要把衣服给我试坏了。哎，小姑娘，这件衣服多少钱呀？500块。哎呦，500块呀，这么贵呀？你帮帮忙嘛！你才帮帮忙好吧，阿姨。这件衣服全手工的，原价2000多了。这件倒是蛮适合我的，你不要我要的呀？谁说我不要了？你先让我，这是我先看到的呀，给我呀，这是我的呀。小姑娘呀，你这里摆摊挺辛苦的呀，天热，你多喝水啊。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嗨，波妮。哎，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要装修房子，每天都要过来。啊，对对对，你看我把这件事情都忘记了。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哦，这是图纸。图纸？你找设计师画的？我自己画的，我是设计师。厉害厉害。小姑娘。帮我选一件。哎呦，王伯伯，我这里都是小姑娘穿的衣裳，你跑过来凑什么热闹？真的是。我给我女儿买一件，搞笑了。伯尼啊，这些衣服都是你自己的吗？对啊，卖这些衣服啊，感觉就跟卖儿卖女的差不多。Wow, this is amazing. Sorry, 把你衣服弄脏了。无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反正已经被他们蹂躏到现在了。你这些衣服这么漂亮，干嘛卖掉？生活所迫，没办法呀。我要是不卖这些衣服的话，就只能喝西北风去了。你怎么不去找你朋友帮忙呢？君子不受嗟来之食。什么意思啊？说了你也不懂。那你把这件衣服卖给我吧。你一个男的，要旗袍做什么呀？这是艺术品啊。你蛮识货的嘛。哎，我跟你讲，
这件旗袍可是我特意找老师傅定做的，你看上面这个刺绣就花了3个多月的功夫，而且这件也最贵，我买的时候花了6000多呢。6000多？好啊，那我怎么给你付钱？可以微信转账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加你微信啊？小粒氏奶粉源自新西兰天然有机牧场，坚持自然，不施化肥，奶源可全程监控、全程追溯，拥有口味清淡、多重免疫力、不上火、不便秘等诸多优点，在全球享有盛誉。这是我们想到的几个 slogan， 还请大家帮忙审议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其实我有一句特别好啊，你们听听啊。好草喂好牛，好牛产好奶，好奶育好人。小粒氏奶粉，让你的宝宝长成好人。听我的，喝牛奶长牛劲儿，发牛脾气。小粒氏奶粉就是牛，耶！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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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好。Stella， 江总好，飞扬集团来了几个人，说是调查组的，要求我们配合他们对相关业务进行查账。查账？是。事情怎么回事？你把他们请到休息区招待一下。好的。来，吃热吃。谢谢啊，你多吃点，今天我挣着钱了，请得起的，想吃什么随便点。谢谢你。你还在为李思特那件事不开心啊？你刚才跟我说一半，后来怎么样？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我会在街边卖衣服吗？就因为这点破事情，我被学校停课也就罢了，现在闹得好像我真骚扰他了似的。你也知道，你们外国人呢很在意这种事情的。一听说什么女教师骚扰学生，那眼神都不对劲了。你可以告他诽谤啊！啊？我告他？我怎么告他呀？我没凭没据又没钱，拿什么告人家？再说了，万一学校嫌我麻烦，把我开除了，那我就真的失业了。唉，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哎，我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哥，他可以帮到你。飞扬集团为什么要查我们的账啊？因为我们是供应商，而且刚跟他们签了一笔大合同。考虑到之前也合作过，甲方对乙方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分。那也不能把我们的账就敞开了让他们查呀。能不能把这事儿往法务身上推？行是行，如果我们不让查账，他们会认为我们不配合，那么将来就不要再想跟飞扬集团有任何合作。Stella， 严小慧的手机关机。魏哲，你有什么建议吗？拖。什么意思？拖到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牌为止。你大哥住河滨大楼啊？是啊。这可是老上海有名的江景公园，够有品位的。我哥是大神啊。大哥好，王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异父异母的好大哥魏哲老师。邦妮小姐，你们认识？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你的心上人啊？我想追她，我想让她当我女朋友。里边请吧。
李斯特在他们公司什么职位啊？管人力资源的副总。那就是高管喽。接着说。是这样的，我去他们公司找过他一次，本来以为我一闹他肯定就怕了呀，但是没想到，不但没吓着他，还给我发了律师函。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哥，这件事明显就是李斯特在欺负邦尼，我想请你帮帮他。邦尼，放心吧，这是咱们的地盘，不能让他欺负了。你过来一下。哥，怎么了？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考过律师执照。是啊，考上了。那就好办了。明天，你陪邦尼再去一趟李斯特的公司。打架吗？你就跟他说。这次飞扬集团人事大地震，总部在美国被罚了1.4亿美金，所以他们才下狠心全球彻查。当然了，你们公司还算是幸运的，和小丽士的合同已经签了，手续也都是很清楚，经得住查，不像那些长期合作的，个个都有猫腻。Evan 已经停止回美国了，我也打算辞职。省得新老板来了，我整天看脸色。下周交接完我就走。虽说你们跟飞扬集团的合同已经签了，但是新来的老板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你们应该再下点功夫，做一轮公关。谢谢严总的提醒。那能告诉我您打算去哪儿高就吗？啊，这个。已经有一家公司在谈了，等我入职之后再告诉你们吧。有些话我知道，其实不应该说，但是我现在已经要离开了，加上江总之前对我又不错，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防着元素。元素，他怎么了？他这个人啊，年纪不小，但做事没有规矩，全都是江湖套路。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这次竞标，他找过我，让我提供方便，被我拒绝了。所以后来再出现标书创意一致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当然了，我的看法跟你们一样啊，我也认为标书是被剽窃。您的意思是说，标书被剽窃和明示有关？假如说是明示剽窃了你们的方案，那就说明我的部门一定有他们的内应。以后你们再跟飞扬集团打交道，一定要多个心眼儿。话，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哎呦，胖你啊！你上次一个人来闹得不够，这次还找了一个帮手一起。我帮了岗。我已经告诉过培训中心了，如果你这一次不向我道歉的话，我将以诽谤罪把你和培训中心一起告到法庭上。现在可以道歉了吧 ？Say sorry。你既然不想道歉，
那就咱们法庭上见。这位啊，等等，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Bonnie 小姐诽谤你？就凭网上那张帖子，那张帖子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有图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证言、电子数据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所以 Bonnie 小姐并没有诽谤你，而是你到处散播谣言，导致 Bonnie 小姐名誉有损害。侬是谁呀？我是 Bonnie 小姐的律师，她的法律事务都是我来负责。这是我律师执照。OK， 要不这样，我们下去找个咖啡厅，坐下来慢慢聊，慢慢谈，解决问题，好不好？不用了，咱们就在这里把话讲清楚。I mean,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I want you to contact your school immediately in written form. Clear all complaints with Bonnie, clarify the truth, and apologize to me. 否则明天我会把律师函寄到你公司，正式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100万的经常损失费，作为我当事人的赔偿。不好意思啊，最近特别忙。我知道，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我也不会打扰你。有件事儿，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什么事儿啊？这么正式？公事私事啊？哼，都算是吧。你也知道，飞扬内审搞得动荡不安的，老板也换了，严总也走了。要是新来一个老板呢，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辞职？换老板也不用辞职吧？你的能力没问题的。啊，你不会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所以怕内审吧？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那你就更没有必要走了呀。哎，其实也不都因为是换老板的问题啊。在上海打拼真的太不容易了。你想啊，这么一个跨国公司，我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又不是什么海归，熬出头真的太难了。我现在还是一个经理，跟我一波出来的都是市场总监了。你说我在这儿一点提升的机会都没有，那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还不如找个别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展。那你准备去哪儿啊？我想离开飞扬回深圳，毕竟那边还有点基础。回深圳？你不想让我走啊？我当然不想让你走了。你的条件这么好，在上海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工作呀？是，可能这段时间运气不是特别好，但是不是有句话说吗？最黑暗的时候也是离黎明最近的时候，只要坚持过去，一定没问题的。而且你在上海还有朋友，你还有我呢。谢谢。哎，你刚刚也太帅了吧，把那家伙吓得一愣一愣的。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幸好他不懂法律。是啊，要是让他看出来魏哲给你的证书是假的，那可就麻烦了。那证书是真的，只不过美国律师执照在中国不管用，要是律师他知道，今天肯定露馅。所以，你真的是律师啊？我是天赋 University 毕业的，后来才做室内设计。律师不做，做室内设计，你怎么想的呀？学完之后，我觉得当律师太死板了，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才做室内设计。而且，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梦想？我也有梦想。你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4个字：出人头地。是不是特别俗啊？没有啊，我觉得很真实，挺适合你的。真的假的？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你很勇敢，
很有自信，很坚强，而且很漂亮。谢谢啊。不瞒你说，我就是知道你住一进房，才特意搬到你对面，这样就可以经常见到你。啊，算你费心了。管你！我喜欢你，你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你也看到了，我的前任是个什么德行的人。我和他不一样啊。我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不过呢，我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暂时不想再跟外国人谈恋爱了。你们的世界，我还不是很懂。可是，哎，不要可是了。我们就保持纯洁的邻居关系吧。啊。你把第3轮投标的整个过程再跟我复述一遍，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在去飞扬大厦的路上，我给严小慧打了一个电话，跟她沟通了一下内容。然后在飞扬大厦的前台，我碰到了市场部的2个同事小汪和小苏。因为离竞标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到休息区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遇到了市场部的经理谭新凯。谭新凯？对，他那天是负责整个流程的主管，而且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先讲，面试后讲，但这一次换过来了。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是你们先讲，所以这次调换顺序也是公平。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是谭新凯带你过去的？对，他让我们把比稿的方案拷进他们统一的电脑里面。舒总，一会儿呢咱们统一用这台电脑做演示，等肖总考好之后，你看你把你们公司方案一块拷进去吧。谭经理，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电脑？舒总，这么谨慎啊？待会儿是我们先讲，你怕什么呀？其实我知道，在拷电脑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漏标，因为所有竞标人的方案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就有一方趁人不备，将另一方的方案拷进自己的 U 盘里。但那天是明示的人先讲，其实我这样做也就是多防了一手而已，没有多大意义。你确定那天只有谭新凯在场吗？不是，还有2个同事，确切的说应该是工作人员，一个是小刘，另一个面熟，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哎呀，有你刚才那些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你放心，我咬紧牙我也要坚持下去，不能让你笑话。其实呢，升不升职、当不当官，这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的看着你，勇敢的追你，这是最重要的。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那我得提醒你，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防着点儿。防着点儿。小丽是奶粉标书被剽窃那次，严小慧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内鬼就出在你们部门，所以你当然要防着点儿啊，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知道了，谢谢啊。哎呀，都说职场如战场，没有经历过，还真的想不到，原来这么可怕。想什么呢？哦，没有，我在想，哎，周末带你郊游去怎么样？这个周末不行，我有事情。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魏哲异父异母的弟弟搬家。因为他刚装修好房子，想让我们去暖暖房。哦，异父异母。啊，哎，
那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啊？啊？哦，你要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吧。其实我真的挺想跟你一块儿去的，因为我想让他们都知道我。你把讲标书的整个过程再给我讲一遍。当时是萧亚先讲的，他走了之后我才讲，我讲到一半就被艾文给打断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讲标书的过程，整个时间压得非常的紧，就算有人想剽窃，估计也没有时间呀。咱们再往前倒，比稿的头一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储存标书的硬盘有没有离开过你，或者有没有谁碰过你的电脑？不可能啊，我的电脑都是有密码的。而且在这段时间，我害怕出意外，每天下了班都是带着电脑回家，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来。而且在比稿的前一天，我还是等到了很晚才去打印的标书。拿回标书之后，就一直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等等，你是说头一天晚上你打印过标书？是的，因为有一些公司只要电子版的方案讲标就可以了，但像飞扬集团这样的大型公司，一定是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纸质版的标书，还要指定我们去他们定点的印刷供应商那里去打印，以确保规格的统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查内奸。你们是飞扬集团的呀？对，上周四晚上我们在这打印了标书，你看11、12页没有，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多余的。上周四不是我值班的，是老于。老于在哪儿啊？哎，老于，老于，哎，过来一下。他们找你有事儿。老于，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啊？上周四咱们打印的这个标书啊，11、12页没有。咱们还有多余的吗？哦，是这本啊，没有了。没有了？我记得那天晚上让你多打印了几本呢。哪有多几本啊？谭经理打电话交代我说，就多打印1本，我给了后面来的女的了，就再没有了呀。是谭新凯，谭经理让你多打印的1本。是啊。那女的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就说是谭经理让他来取的。2位请稍等。先生，你要不要先点点喝的？不用，我等朋友来再说吧。好。请坐。你怎么定在这儿了？我知道你喜欢这家餐厅，你放心，我现在年薪26万，我有钱。看过《欲望都市》吧？看过啊。里面有一句台词怎么说来着？要想知道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品味，就看他在让乔治餐厅需不需要等位。现在这个时间不需要等位，所以这里的男士都很有品味。谢谢。还是你来点吧。还是你来点吧，或者建议你点肉眼牛排，不错的，可以试试。
我去一下洗手间。那就要2份这他说的那个6眼牛排。对对对。你怎么来了？我找你啊，找我干嘛？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有多重要啊？我今天有点事要出去，咱们改天聊。不行，我病了。什么病啊？你说呀，你到底怎么了？我患了特别严重的婚前恐惧症。我现在一看到蒋黎明我就胸闷、害怕、心烦。真的？是。那你病了不去医院找大夫，你找我干嘛呀？你不是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心理医生吗？你给我介绍介绍。裴月，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你就是作。我今天真有事儿，咱们改天聊啊。有什么事儿比治病救命还重要啊？我不管，今天你去哪我去哪，等你办完事儿，你就给我治病。Stella， 你来了为什么不说啊？我今天临时决定过来的。今天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最后明白了。好。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 Bonnie 跟我说，在上海搬新房子，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暖房。我入乡随俗。好。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来的既是好朋友，又都是情侣。我声明一下啊，你们都是情侣，我们俩不是。我是来为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捧场的。啊，那你们算是什么关系呢？初恋好友。初恋好友？这是什么意思啊？魏哲呢是我的初恋，但我是不是他的初恋，那我就不知道了。初恋有什么好的呀？大部分的初恋最后不都沦为炮灰和垫脚石了吗？那我要不要给你这个炮灰一次翻身的机会呀？免了，咱们俩就像现在这样，保持最纯洁的男女关系多好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挺般配的，为什么要分手啊？因为我爸。你爸不喜欢他呀？我爸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跟他分手的。拜托你把话说全喽。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我爸呢第一次见到魏哲就特别喜欢他，所以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女儿呀？你们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压根就不打算结婚。我不要面子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跟他说，那咱们俩还处着干嘛呀？分了得了。结果呢，就真的分手了。他的话听一半就行了。林肯，什么时候能喝酒啊？没看见江达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喝一杯了吗？我就是你啊。来，可以，一起喝一个。来 ，3、2、1，Cheers！有件事情我想了一下，还是应该告诉你。什么事儿啊？我现在正在和我丈夫打离婚官司，我们俩在离婚协议的条款上有一些分歧，因此他怀恨在心，做出了一些极端的事情。那天我和你去酒吧，他跟踪了我们，当时你有点冲动，正好你准备亲我的时候，被他偷拍了。这些照片就让我解释不清楚了。现在我就像是一个出轨的女人，这一切都对我很不利。
我可以去找你丈夫，把事情跟他解释清楚。你跟他解释什么呢？他是故意的，你去找他只会越描越黑，把事情弄复杂。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一方面是我不清楚他手里还掌握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得万分小心。刚才进餐厅之前，我都要好好看清楚他有没有跟踪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和你要保持好距离。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你自己。你刚进了新公司，这个工作来之不易，他如果找你麻烦的话，对你影响不好的。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你接了后嘛，哎呀！黑小姐，你慢用。谢谢啊。看什么看？快帮我俩拍照！魏老师，其实呢，我早就想找个机会，单独向你请教请教。有什么话说吧。魏哲，传播系本科毕业，法学硕士，连续4届获得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号称不婚主义，不知道是真是假。选这个，赶紧挑，你挑。没错，我调查你了，怎么样？让别人调查的滋味儿不好受吧？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卑鄙，拿着别人的隐私到处去说，甚至还给长辈打小报告。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我觉着你可以当面跟我说。这背后捅刀子，太不男人了吧？从你追江达林开始，就应该料到有今天。调查你，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问心无愧。但是我非常的好奇，你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呢？你是怕我查出些什么吗？我怕你查出些什么？你查出些什么了？你知道你现在的做法像什么吗？就像一个孩子，明明自己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但还是把其中一个玩具让别人抢走了。你处处针对我，你是怕我威胁到你在江大力心目中的位置，怕我把它抢走，没错吧？只可惜啊，江大林他不是玩具，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没错。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所以他迟早会看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喜欢江大力？有一段时间，崔英俊对我很好，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我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他做饭很好吃，水平一流，对女人也很细心。我妈说，如果嫁给他，这辈子都会享福。可差一点，要遭一辈子罪。现在好了，当我决定离婚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松下来了，就像是有一口气压在胸口太久了，终于能够吐出来。说来也挺搞笑的，过错方竟然是他，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感觉，还真不错。我这人是不是挺凉薄的？看来离婚真的能看出一个人，看到对方，也能看到自己。不，我觉得你没错，你特别好，是个好女人。
好啊，我会把你说的话当成补药，全部吃进去。哎，我觉得这张可以把它美颜一下啊。跟你说话呢。什么，队长？你所做的这一切，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没问题，我接受。那太简单了，咱们找个地方，用男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决斗，干吗？这个也好。不敢。好，如果你不敢的话，我劝你趁早从江大力身边滚开。而且我告诉你，今天是我求着江大力带我来的，我就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你，别在背后搞小动作，不然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的。今天以前，我还在犹豫，我调查你，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证明我是对的。我也劝你一句，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不是我，是你。魏哲，魏哲，来了。至于决斗，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奉陪。价格不对吧？没错的，先生。您今天点的肉眼牛排是今日特选，所以享受5折优惠。谢谢啊。不客气。5折优惠，是不是因为你啊？怎么会？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不过叶登略，这样的地方不适合你。有品位，并不代表一定要乱花钱。你们俩刚才在聊什么呀？他让我离开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的吗？我跟他说，除非他承认他喜欢你，并且同意跟我决斗。林肯，林肯。盘子碗给你刷干净了，然后那些吃的给你放冰箱里了，不然该坏。行了，那收拾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别着急，你还没看我给你送的礼物。礼物？什么礼物呀？来，跟我来。